洞察局势，开启视野。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。乌克兰妥协，不再想加入北约。捷克的180万炮弹也已经就位。核弹方面，泽连斯基在入约诉求上妥协，换取安全保障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泽连斯基透露，在美方和平计划谈判中，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不支持将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核心安全保障。泽连斯基表示，加入北约是乌方核心诉求，但建立有效安全机制，阻止俄罗斯未来再发动冲突也相当重要。目前，乌克兰已做出妥协，接受双边安全保障，而非直接入约。泽连斯基强调，这一妥协的核心目的是构建可靠防护，避免此前安全承诺失效的悲剧重演。目前相关保障体系仍在推进构建中。在武器弹药领域，捷克兑现承诺，向乌克兰交付180万发弹药。捷克前总理彼得·费亚拉在社交平台确认，捷克已兑现承诺，于年底前向乌克兰交付180万发大口径弹药。费亚拉强调，乌克兰需保有战力与安全保障，才能实现持久和平，呼吁捷克继续参与愿意联盟。据悉，自俄全面行动以来，捷克对乌援助总支出达43亿美元，而相关税收、军事援助补偿等收入超支出6.07亿美元。亚非拉驳斥援乌亏损说法，称财政考量远不及支持乌克兰的道德与安全责任重要。此外，乌克兰近期宣布已正式量产萨普桑弹道导弹。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曾披露，该导弹已投入实战，这被视为乌国防能力提升的重要里程碑。据悉，这款导弹弹头重480公斤，升级后射程可达700公里。俄媒分析，其覆盖范围可及莫斯科等俄核心区域，且因弹道特性更难被拦截。同时，乌方透露正在研发射程855公里的 FP9 导弹，并计划将这些装备与欧洲雷达系统整合，以减少对美国情报卫星的依赖。弹药充足，下一步就是袭击俄本土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，乌军夜间对俄罗斯多地目标实施打击，其中无人系统部队击中克拉斯达诺尔地区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，该厂区随即发生大规模火灾。这座炼油厂年产625万吨，是俄罗斯的关键炼油设施。同时，伏尔加格勒地区的乌留平斯卡亚油库及克里米亚、顿涅茨克等备战区域的俄军雷达站、指挥所等军事目标也遭袭击。乌总参谋部在目标区附近均记录到爆炸，具体损失尚在评估。在对俄制裁方面，欧盟正式批准对俄罗斯2100亿欧元主权资产实施无限期冻结，此举通过援引紧急条款绕开成员国一致同意原则，避免了匈牙利等国的否决。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证实，这笔资产将冻结至俄乌冲突结束，且俄方支付赔偿为止，是利用俄资产支持乌克兰的关键一步。此外，欧盟还批准向乌克兰提供23亿欧元新援助，助力其融入欧盟。对此，俄罗斯外交部回应称，将迅速采取反制措施，俄央行已对相关机构提起诉讼。亚洲方向，柬泰边境冲突持续，泰军缴获柬军先进导弹。泰国皇家陆军近日宣布，在乌文府争议高地的军事行动中，缴获多套柬军遗弃的 GAM-102LR 反坦克导弹系统。泰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，泰军发起地面攻势时，柬埔寨军队虽部署了 GAM-102LR 这类高精尖武器，但未能形成有效战力，最终在火力压制下仓促撤离，将全套导弹系统遗留在阵地。分析认为，柬军遗弃先进武器的核心原因可能是训练不足，对这款第5代反坦克导弹的操作逻辑与战术应用不熟悉，导致其难以在实战中发挥效能，反而成为行军负担。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后续局势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